普总统的半导体关税啊还没端出来，但是呢，中国的半导体的一个规则倒是已经出炉了。现在两国之间完全分歧，差别在哪里呢？今天带您快来看。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半导体的关税啊。川普总统说他会有特别的一套专门否半导体的关税，但是呢，本来说当天要宣布，后来说本周现在要延到5月7号了，因为他说要好好调查一下，调查什么呢？调查半导体当中的国安问题，所以呢，他就交由商务部去进行半导体的国安调查。那这一调查呢，哎呀，那可能就要花一段时间了。好，那你就好奇了，半导体怎么个国安调查法？他说总共有14个细节。那14个细节要调查什么呢？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制造出来的产品，他都要好好调查。怎么调查呢？就是要调查，哎呀，这样的半导体的产品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补贴在里面？有没有一些供应链过度依赖其他国家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半导体没有办法在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问题？那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本土生产，万一被哪个国家封锁，我会拿不到，那我的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反正就是方方面面条列清楚，到底半导体对美国的国安来讲会造成多大危机，所以要洋洋洒洒好好调查。调查之后呢，他才知道我要针对半导体用什么样的管控，我要课多少关税，我要透过关税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台积电很可能就得要到美国设厂，类似这样的目的。好了，那你要调查，然后最后会出版一个半导体的关税。那现在呢，就有很多明眼人看啦，哎呀，你讲了老半天说在调查我们美国内部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危机。但其实啊，名为调查国安疑虑，实为在进行下一次对中国的晶片封锁，现在正在预先铺路。到时候你调查出来的国安危机，那每一项国安危机的那个对手都是中国，所以到时候他就会讲，哎呀，因为你补贴，所以我如何如何啊，因为你很可能就挡住我的一个来源，所以我如何如何，哎呀，因为我对你的供应链太过依赖，所以如何如何，反正以后通通会变成每一项来封锁中国科技的理由在这里。好了，那无论如何，反正现在中美两国已经直接撕破脸，也没什么好说的嘛，不用再粉饰太平，我们就是敌对的对方，我就是要对你进行科技封锁，我就是要卡死你脖子。好，那就没什么好说，你这样做，哎，可以理解啊。OK， 好，川普就这么做。于是乎，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很无辜的是谁？很无辜的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间，花了好大的心力，follow 经济学的原理 ，follow 所有的生产的效率的提升、品质的拉高，怎么样？我把成本降到最低，我做出CP 值最高的一个商品，然后卖到市场上，让消费者可以得到这个便宜，然后呢品质又高效的一些商品，感觉是皆大欢喜。然后这样行之有年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供应链，现在全盘的要被打碎了。好，打碎了之后呢，倒霉的当然是在过去的年代当中，为了要让整个生产的更效率，为了要让这个经济学的理论完全发挥，所以呢，到全世界布局的这些厂商，现在都倒大霉了。好，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啊。最近呢，这个艾斯摩尔 ASML， 那它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荷兰的一个半导体制造商。那你可以说，所有的半导体那个高阶的要制造，都要靠它的机器嘛，它就是很棒。好，那于是乎呢，他最近公布了财报数字，哎呀，看了就是 Oh my God， 帮他哭一把的眼泪啊。好，那他的订单锐减45%，虽然呢，在本年度它可能营收不会下降，但是到了明年度，你就看到它就倒大霉了，因为它的订单就没了嘛，就没有人要跟你买啊。因为现在整个布局乱糟糟的，我也不知道关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还呆子还在那边跟你下订单，你那个机器一台很贵哎。于是你就看到 ASML 就倒大霉了，对吧？好，那于是乎除了这个 ASML 之外呢，还要带你来看到的是过去呢 follow 着美国政府给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美国说，哎，你这个卖到中国去的晶片，你那个规格不能太高，所以我就是规格有一个这个标准在这里。好，那于是乎那时候就超微这个辉达，我就 follow 你美国政府。
给的一个这个指引，好，做了一个这个低规版、降规版的一个晶片卖到中国去，现在又翻脸不认账了，什么美国政府？我现在不一样的政府了，所以我就是不认账了。这个，于是呢，川普说你那个什么规格，你做降规版，我还是不让你卖啦。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辉达的 H20晶片不能卖了，这个超微之前的这个 MI308晶片也都不能卖了。好了，那你之前的美国政府跟现在美国政府，好了，你说不一样啦，认了啦，就认嘛，认倒霉嘛，对吧？所以就不能卖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倒霉的都是这些科技厂商，有的时候哦。人家讲说啊，这个政治是要为经济服务的哦，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是这样吗？这些经济、这些企业、这些商人，还不是被政治人物耍团团转的哦？真的是你这之前再怎么送，再怎么低头，再怎么送点钱，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嘛，对吧？你说马斯克跟川普好朋友，现在不是也很倒霉吗？你看他的股价有多惨，对吧？你说什么汽车关税还不是照课一样的？所以你就说了，其实哦。难讲啦哈，这个感觉这个世界也疯了啦哈。好，那无论如何，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哦。那现在呢，大家就当然啦，这个川普搅乱了一池春水，川普把整个半导体的版图现在弄得好像很混沌不清，你也有点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各国政府都要想尽办法救自己的产业。我们来看南韩政府第一招，赶快加码它的一个晶片法案。南韩政府自己也有自己的晶片法案，本来呢是26兆韩元，现在拉高到33兆韩元，继续的补贴，因为他很担心他们的晶片产业可能在这一波当中会灭顶，很惨。好，那另外呢也有尝到甜头的美国的晶片法案呢。哎呀，那也是这个拜登时期推的晶片法案，川普也讲啦，觉得你那个很烂，对不对？哪有人在发钱的？你看我1毛钱不用发，我课关税，我还要收钱，然后大家你看都跪下了，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尝到甜头，觉得这一招很好，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扣住了晶片法案那些，因为拜登在最后那时候他快要卸任的时候，赶快签，文件通通拿来，通通过，所以呢，他那时候发了好多晶片法案的一个补贴，全部都通过批准嘛，那大家都有嘛，雨露均沾嘛，台积电也有，英特尔也有，三星也有，大家都有嘛。好，那现在呢，这个川普政府就是通扣住，不发。想尽办法拖延，然后呢，这个该发的日期到了，那个文件不见了，不给嘿之类的，反正各种歪招。好，那不给你呢，他就说，那你来跟我谈啊，你跟我谈的我高兴了，我就。找到我的文件了，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台积电不就赶快去跟他说哦，我就加码投资啊，我就这个再更投资去到这个美国去啊，那我就愿意投资了，那是不是就是哎，你看换来川普龙心大悦啦？那于是呢，你就看到现在啊，美国的方法呢，就是用这种扣住补贴的方式去换取这些半导体商。到了美国继续的扩大投资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我们就继续带您来看到了，那到底现在的川普总统他说要让半导体的一个工作机会重新回到美国，到底办不办得到？一些。民调数字啊，当然你说如果我今天是美国人，我也觉得很好啊。我们家总统全市都觉得他发疯，那没有关系啊，只要是对美国人好的话，我觉得他疯得很棒，是吧？但是呢，你看到了这些美国人很妙啊，觉得说，这个总统把工作机会带回来挺不赖的。但是你再进一步就问他，那你要不要到工厂工作啊？我如果把这些工厂工作通通带回来的话，那你要不要来工厂工作？没有人要来那你是在讲什么好笑的话嘞？你说好工作回来都很好，那没人要做啊？那你白搭吗？那川普你到底是干嘛嘞？不晓得。好，那于是乎呢，无论如何，川普这个动作已经让整个半导体的版图要开始重塑了，已经被推动了。未来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半导体的版图开始挪移，它怎么个挪法？我们现在还不晓得，因为你不知道川普的半导体关税要怎么克。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过去这几十年形塑出来的半导体版图，它是一个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一次一次的成本的打磨，一次一次的品质的提升，然后呢，有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供应链。比如说，每个国家各司其职，最强的 IC 设计的大脑在美国矽谷，所以美国矽谷呢，他们的工程师最聪明的大脑就开始去设计研发这个晶片。好了，那研发
之后呢，他就发包给台湾或者是南韩，好，那他去做晶片，好，晶片做了之后呢，他可能需要做晶片的这个最厉害的一个稀有金属，比如说稀土，还要跟中国拿，好，拿了之后做好了晶片之后，他要封装，封装可能送到越南去，然后测试，可能也 maybe 在越南或马来西亚，然后再送回到中国去组装，组装了之后呢，再卖回到美国去做销售，好，那这样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让整个世界每个国家发挥它的长处。那同时呢，你比如说我封装选在越南，我组装选在中国，我的晶片要制造要选在台湾，那都是经过非常精密的时间与时俱进的这个发展，所以有今天这个最有效益的一个生产地点，然后他们组合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半导体的供应链。当然，如果今天的美国人说那不完美，因为那对我来讲很危险，万一有什么地缘风险我就没有啊。OK， 你要这样说没有问题哦。但是呢，现在这一套是历经了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你现在突然间的你要让它裂解。你要让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地换地方，没有那么简单的。就像我刚刚举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你把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回到美国去组装，你觉得美国人有几个人愿意进到生产线里头去，一整天8个小时、10个小时就在那个地方，还要穿全套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衣服，然后在那个地方组装很精密的东西？你觉得有几个美国人可以？弄没3分钟我要尿尿，弄没3分钟我现在有点累。弄没3分钟我就抽个烟，弄没3分钟我休息一下，然后一直跟你讲，你就跟他说不行，你就给我好好弄行不行？你可不可以 iPhone 组装好，你再给我去尿尿上厕所？说我工会，我找工会来跟你讲哦，这就不是一个这个没办法嘛，对吧？就是很多现实没办法。好，那再说了。美国有那么多人才吗？美国现在还卡一个，川普呢，他不仅仅是要把工作机会找回美国本土，他甚至还要挡住很多的外国移民。有非常多的一些工程师，他们是来自中国、来自印度。好，那你现在全部用工作移民签不让他们来，我就讨厌移民，我要把工作留给美国本土本地人、本国人。好，那又没有这些人才，你到底谁来做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没有那么简单，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一些工作带回美国的。再加上我们带您看，现在这个关税战啊，已经变成了中美两国大国博弈了嘛。你对我课这么高的关税，我也对你课嘛。中国现在对美国课多少？125%的关税嘛。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半导体啊，美国很需要，中国也很需要，但是呢，中国跟美国做法不太一样。美国直接说我就是课你关税，你要把它所有东西带到我美国本土来做。那中国的做法是什么？中国呢，在他宣布对美国的商品课125%的关税的同时，他宣布了一个如何认定半导体商品的一个生产地点的一个新规则，这很有意思。以前我们怎么说？比如说像美国或其他世界各国，我们的认定是这个商品最后从哪里发货出来，从最后完成的那一个发货出来地点叫做它的一个生产地嘛。那现在呢？中国怎么认定？他说没有，半导体商品我要认定的是晶片是在哪里蚀刻，也就是呢，我的晶片在哪里生产的，在哪里最后代工的，我要认定它叫生产地。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差在哪？好，差在哪里啊？告诉大家，他说台湾叫做豁免税，因为他说台湾是他的嘛。OK， 所以呢，他说台湾是免税的。于是呢，他这一招呢就可以杜绝以后。如果你的晶片是在美国制造的，比如说像英特尔啊，像德仪，他们在美国有晶圆厂哦，那在美国制造的，你要运到中国，我就要课你很高的税。好，那但是呢，如果是在台湾做的，即便台湾做的，它后来到哪个地方去封装了都没有关系。美国的厂商你在台湾下单给台积电做的晶片，即便他再到哪个地方再做了封装什么什么，最后卖到中国去，他都认定，因为是台湾做的晶片嘛，我只认晶片。你到哪里去封装测试，再加了什么东西加料都不关我的事，只要是台湾做的、台积电做的东西，我就认定你是台湾的，台湾的我就免税。那免税这些东西我要卖到中国是卖给中国企业嘛，对吧？那中国企业就免税多好啊，我可以拿到这个台湾的晶片。
美国的设计，然后台湾制造的，我中国企业拿到我就免税，它还可以帮中国企业省了这样的一个关税，然后同样的还可以说是这个让这些美国企业也好办事，你在做这个台湾制造，我还让你免税多好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它有认清它自己需要台湾的晶片，所以它给了这样的一个开了大门，让这个台湾的这个晶片可以走大陆。那美国的状况就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方法。一个是给的胡萝卜，给了一个人道走廊，完全豁免通道；另外一个呢是拿个棒子，然后用关税大棒就强迫你得要到这个地方来设厂，完全不一样的做法。那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再来看嘛，现在看不出来。好，但是呢，我们回头就来看台积电了。有人讲这个风口上啊，这个第一排海景第一排，海啸第一排，台积电。台积电的法说会呢，当然交出成绩单还是很不错，但大家关注的是你关税到底带来多大影响哦？那你把这个厂搬到美国去会有多大影响？长期来讲、短期来讲的影响当然都是有的。那个影响是获利率的一个降低，降低幅度并不是很大，2%、3%。长期来讲，毛利大概降个3%、4%，但是呢，还是可以维持在毛利率在53%以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准了哦。那当然呢，台积电现在维持这么好的水准，接下来有没有办法维持，就要看川普总统的关税到底呢他会怎么个克法。但是现在呢，川普有一个很可能他没有办法下重手的理由，那就是现在的美国的经济真的遇到了非常大的难题，经济很难。然后呢，他又不断的逼迫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赶快降息哦。他直接讲说 ，I'm not happy with you， 我这个对你很不开心。然后呢，他还讲鲍尔叫什么？叫做too late on everything， 什么事情都太慢了，就是要他降息。还讲说啊，你这个不降息啊，我可以废掉你的。但鲍威尔就说，反正我联准会就是独立超然。好，现在他们两个又开始了，这个两个老男人的斗嘴。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继续观察的，当然还是川普的态度跟这个半导体的关税最后出来的一个结局会是什么？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今天帮大家这个好好整理了一下这个半导体最新的一些状况了。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